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，东临阿尔及利亚，南是撒哈拉大沙漠，西濒临大西洋，北与西班牙相望。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最大的城市，经济中心。2月7日一早8点钟，我们飞抵卡萨布兰卡。这时天色尚暗，只有点点灯火呼应着远处地平线上那一抹曙光。穆罕默德五世机场是摩洛哥主要的国际航空港。随着拥挤的人流，我们终于走出了机场。这时已经天光大亮，我们的导游已经在机场外等待多时。卡萨布兰卡，一个令人遐想、遥远神秘、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。在那里有一个叫瑞克的咖啡馆，咖啡馆里上演过一个隽永的浪漫爱情故事。那是在很久以前，对，就是那部叫《卡萨布兰卡》的电影，让我记住了卡萨布兰卡这个名字。今天，卡萨布兰卡，我们来了。办好酒店手续后，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正是瑞克咖啡馆。咖啡馆离酒店步行20分钟，穿过喧闹的街道，走过一排排摇曳的棕榈树，来到老城城墙外的瑞克咖啡馆。这是一栋临街的白色小楼，门前2棵棕榈树，一左一右。几个星期前预定了今天中午的座位。走进咖啡馆，里面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式天井。中庭正中高悬着几盏阿拉伯风格的吊灯，雕刻的吧台，镂空的黄铜灯饰，马赛克装饰的壁炉。沿着楼梯到了楼上，望过去，雕花的栏杆，带有弧形拱顶的回廊。回廊的一边摆放着一架钢琴，那首时光流逝的乐曲仿佛正从琴键下飘出。台阶上站着西服领结、戴着传统帽饰的服务员，让你沉浸在优雅的气氛中，仿佛穿越到了那个夏日漫长的夜晚，就像置身于那部电影之中一般。电影的故事是虚构的，瑞克咖啡馆也是虚构的，那只不过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摄影棚中搭起来的布景而已。眼前的这一切只不过是那个光影梦幻咖啡馆的一个仿制品。然而，卡萨布兰卡是真实的，人世间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是真实的。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天人们依然纷至沓来，争相造访此地的缘故吧。下午2点，从瑞克咖啡赶回旅店，旅行团的室内观光开始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，就在阿尔汉克灯塔附近。远处是哈桑2世清真寺，这座建于1987年的清真寺，矗立在大西洋沿岸的一块突出的土地上，其中1/3的面积建在海上。寓意出自《古兰经》中的一段经文，说的是神的宝座在水面上。浩瀚的大西洋浪高涛急，气势磅礴。远远望去，哈桑2世清真寺空灵缥缈，相当震撼。现在来到的是大溪地沙滩，是卡萨布兰卡的一个休闲区。这是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的一家。在摩洛哥，在各种场合都能经常看到国王的照片。And as you can see,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because she said that 2 brothers from different wives because the former king had 2 wives. This one from Berber wife, this one from Arab wife. You know.
That's right. Yes. 这个是卡萨布兰卡最大的帽。Gift from God. 这几个字，导游讲是神的礼物的意思。是的，马拉喀什。卡萨布兰卡的摩洛哥购物中心，据说是全世界买 LV 包包最便宜的地方。离开购物中心，路过安法区。卡萨布兰卡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居住，最早就叫安法。1770年，当时的摩洛哥国王下令在被地震毁坏的安法旧址兴建一座新城，将其命名为达尔贝达，意思是白色的房子。18世纪末，西班牙殖民者取得了这里的贸易特权，将城市更名为卡萨布兰卡，这是一个西班牙语词汇。卡萨是房子，布兰卡是白色的，卡萨布兰卡仍然是白色房子的意思。现在安法是卡萨布兰卡的一个区，许多大屋豪宅都集中于此。旅馆附近是卡萨布兰卡的一个老城市场。阿拉伯人的老城区一般有围墙和大门，在北非一带叫梅迪纳，在摩洛哥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梅迪纳。远远看去，那个大门是不是有点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中的味道？10几个小时的飞行，9个小时的时差和落地后马不停蹄的活动，今天真的有点累了。我们明天见。